好，韩国瑜率跨党派立委昨天晚上去美国那喊团结让世界认识台湾。他们这次很特别，先去这个 Arizona 看台积电表示国内有关心他们、关怀他们而且呢，台积电那边呢这个奋力生产。所以已经生产了超过600个小 baby 了超过600个，在台湾不生，到 Arizona 去生那好，所以呢，这个韩国瑜自己的脸书启程访美，持续推动国会外交那另外呢，说有4大任务，深化台美关系然后呢，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然后呢，第一次长荣是从这个华府直飞台北，台北指挥华府第一次直飞，可以直飞了以前台湾有直飞洛杉矶的、旧金山的、纽约要看季节，以前是这样冬季、夏季那个顺风逆风不一样有时候要不要停一下阿拉斯加那现在可以直飞这个华盛顿另外呢，就是去这个 Arizona 看台积电慰问他们那另外呢，这个林佳龙说郑丽文访美呢，他认为反应都是负面的，外交部长嘛，他说呢，这个韩国瑜是要洗掉亲中的印象。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访美到底有没有遭降级？谢长廷也发言了，他说可能涉及到诚信问题，说美国因为怕被利用，所以呢，他引用日本的产经新闻应该是产经新闻吧读卖新闻他说读卖新闻立场比较中立读卖新闻的台湾国民党防米不发那就是说防美不顺了用日本的这个新闻那另外呢，这次美国是跳过赖清德，直接先找卢秀燕，再请韩国瑜，说主要关键在军购因为知道军购是掌控在野党手里面那另外呢，说韩国瑜这次到美国是高规格他们大概会见到议长等等这些所以呢，2028年行情看涨，说蓝营现在有3个太阳3个太阳呢，这个基本上3个最近都去美国了所以呢，说声量主要靠看到谁的声量比较高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到，这一次的行程有4大目标，包含像是国会交流，以及今年是美国250周年的国庆，要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政府致上祝福。立法院国会外交一向秉持着热情跟真诚，国会议员见面之后，即使大家国籍不同，可是呢，真诚跟热情可以突破一切的障碍。那国会议员对国会议员可以广泛的交谈，各种国家安全议题选区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交谈。而这一次他们搭乘的班机是台北到华盛顿的直航，访团搭乘第1班直航，代表着台美交流的深化。那另外呢，他也会去参访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厂，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台积电的发展。那这回呢，他不仅要拜会企业本身，也想要和员工交谈，希望员工们在美国的生活还有工作都能够顺利。一真。相较于民进党，其实走不太出去你可以看得到国民党呢，不管是访美或者是你去到欧洲，其实这个是一棒又接着一棒你看到包含像这个党主席郑丽文，再到其实侯友宜市长目前也是在美国访问那还有包含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那你也看到呢，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论坛上面呢，你也看到这个蒋万安、谢国良还有张善政。那欧洲的部分呢，是卢秀燕市长刚刚回来，所以你看到国民党呢，从主席、国会议长，然后再到这个我们的地方首长，大家就是不断的去建立各式各样的这个国际的外交关系。那说实在的，我觉得呢，也大家不用去比较这个规格因为多方的去建立，不管是台美关系，或者是我们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或是台湾跟欧洲，或是各个包含日本、韩国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对台湾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民进党呢，他们身为执政党，一直在塑造什么呢？哎呀，这个国民党走不出去啊！哎呀，这个国民党不被美方信任！哎呀，这个规格太低呀！哎呀，这个郑丽文去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只为北京说话？但是问题对我们国民党来说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不管谁走出去，国民党呢就是在做一个准备执政，然后为台湾、为我们中华民国站我们的立场，想尽办法去不管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像你看去看台积电，然后去跟这个国会，然后行政部门等等的，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去让我们的这个访美成果、访欧成果，还有访问新加坡的成果，全部都塑造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来，志恩。
我觉得韩国瑜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跨党派，然后一起到美国来访问。几乎在5月底的时候，那个国立研究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个邀请，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已经是准备有一段的时间了。我觉得最不应该就是像林佳龙讲的这种话，他就是说韩院长出去，他是我们的外交部长，他应该乐见所有的人都能够来提供最好的一个国会外交，他怎么可能把韩院长这一次的部分里面又开始要来削弱郑丽文这次访北的一些负面？他不断地把两个做比较，这真的不是一个外交部长该有的一个规格啊！就像刚刚怡珍所提到的，只要任何人都愿意来促进所谓的国会外交，大家都是乐观其成。而且特别这次是跨党派，那他们的行程当然是新宇有这个直飞 Arizona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在这个 Arizona 待了2天之后，然后就会飞华府。那诚如刚刚所提到的这4个部分来说，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重点就是看在他们有没有办法 speaker to speaker， 就是2个这个国会的议长有没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场合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碰面，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那当然就是看看你这次去应该会有非常多国防外交，是不是亚太司的这一些有关于这个参众议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哦。我想这都是基本上非常基本的一个配备的一个行程。那我想韩院长不管怎么样，美国都已经是直接来做一个邀请。我个人觉得，这绝对当然是跟我们未来在整个对于美国之间的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军购的部分里面，不管是韩院长，他本来就在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他都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在这个国防自主部分，赶快大家透过协商，早的把它敲定。这本来就是他一致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当然会提出来，就是他们觉得对于韩院长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定，好吧，他就表达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嘛。那美国都很肯定了，那你外交部长还在那边比较什么？他就是很肯定，然后请我们的国会议长过去那边，那希望能够跟我更深度的对话。这对台湾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在那边见缝插针，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这个讲出韩国瑜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就用另外一个，然后来彼此做个比较，试图来贬低。只要认为国民党被贬低，在这个所谓的美国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关注，好像他们就得分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完全是非常要不得的了。徐凯。我在当立委那段时间，因为每次这个各党都会派一位代表去跟院长一起接见嘛，每次韩国瑜主持的那个，只要是有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来，都是笑声不断的。那实际上他每次都会提到说，希望加深两边的国会的这个交流。这次去，我相信，就是说政府这边这个部门会多高我不晓得，可是在这个国会这边，两边一定是会水乳交融，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这边我是非常肯定的。那至于说现在有人在比较。像之前是卢秀燕先去嘛，对不对？好，卢秀燕那个成绩看起来是不错。立文当然就说他现在就到底，因为他刚回来，到底看的成绩多高？老讲现在都是。老现在都还是有个罗生门的啊！我倒觉得现在不是比较成绩多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美国重视有几个嘛，一个是经过，对不对？那第一个当然是美中台之间的某些关系，我觉得只要多交流都是好的。所以卢秀燕去当然交流很大，郑丽文去当然达到一部分的这个功能出现。那我记得这次韩国瑜韩院长去，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国会交流这一块，他成绩是大概已经是确认的。那至于说请他去，他这段时间这个时间点又正好。因为现在美国确实对于我们的经过，或者是对某些这个美中台关系，它可能有些地方是要比较确认的。我觉得韩院长这个时间点去，应该时间点拿捏的非常的好，可能应该是一个大丰收的一次。并有。就我刚刚蛮认同，就是柯志仁委员讲的哈。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来讲，就是以前有一个美中台三边拉扯很剧烈的时候，都会说啊，到北京太近，到美国到华盛顿太远哈。但现在看起来。陆续有这么多的国民党的高层的人士，一直到华盛顿、到美国去，我觉得这个交流其实反而是一个再平衡的表现啊，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也说不会像大家讲的一直就是往中国这边去靠拢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值得去肯定这样子一个表现的同时，还是要看成果。就是像刚刚齐凯兄讲，这个成果其实美国因为包含这么多委员，一直到包含被跟这个 AIT 的处长见面啊等等这些，都因为军购等等，还有很多经贸的因素一直去谈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美国因为很不满意这个结果嘛，所以不要说啊。只是说啊，是他自己拿捏的点，而是美国自己在希望我们的在野党怎么样去建立起这个好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成果是在哪里？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预期说是在什么地方是能够让台湾的人民有这个共享到这个好处的感觉，而不是说啊，就是我去完了，然后在那边比规格是最无聊的事情，我完全认同了哈。结果是什么才是大家想看到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
蒋万安要选连任台北市长，他说呢，第2任台北要迈向 AI 智慧城。每个都喊 AI，要这个，因为现在都是 AI 重要嘛，哈。比如说红绿灯，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呢是没有连线，所以一个红灯碰到再一个红灯，再碰个红灯。我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建议要有电脑连线，是连线的，但连线可能是一条一条连线，并没有整个区域连线。哦，特别时间哦，到了晚上没有车子，还是要等，有时候150秒，甚至还更长，都没有车，那是怎样？所以如果有 AI 的话，电脑能够控制。哦，在红绿灯配合电脑，那就不一样哦。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很多地方将来用智慧的这个所谓 AI 哦，的确能够这个增加很多效率了哦。那另外呢，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要升级，教官宣布3大新的福利哦，骑乘电辅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取消富康巴士的上限，本来你只能1个月用多少点，取消上限。明年开始点数，就明年他们想从7月点数可以到超商、超市、药局、农会买东西，点数可以算钱。那原来是480点，说要把它提高到600点，所以呢7月就增加到600点了啊。那沈伯洋质疑说，诱因不够了，点数用不完了有些人的确点数用不完那怎么样增加诱因，让它出来能够花能够用？因为你很多东西是互联动的，你社交做得越多，在外面接触越多，失智的可能性越低。否则你失智的这个社会成本也很高的，家人要照顾啦，社会要照顾啦，很麻烦的那蒋万安说，他现在完全没有想2008总统大选，2028的总统大选，因为很多人说，蒋万安最近又提要废监院啊，又提这个提那个，好像很多都是这个超过市政的这个层次，到了中央的全国的层次啊。沈伯洋说，希望他回归市政，但蒋万安说，我没有想要选2028那蒋万安喊话赖清德，说团结不只是要做到，不只是要说到，更要做到。我现在是专心在市政上面，没有想2028，但是还是喊话赖清德所以呢，联合报的观察是说，现在国民党最强的武器就是蒋万安，那双赛道，既选市长，又可能选总统，这叫双赛道，充满想象。看一下。大姐，你无问题，你一定会当吃饱哩啦。用敬老卡来营养咨询和健康检查，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用途扩大，而且7月1号点数再加码。7月开始，我们再把它升级，从480点提高到600点。明年开始，跟各位长辈报告，可以到超市、超商、各药局、到农会去采购生活的必需品。北市敬老卡目前使用范围涵盖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以及21处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功能是全国最多。7月起再新增医疗和交通补助，引入 U-Bike 2.01专案，前30分钟骑乘纳入免费优惠，也放宽富康巴士的使用门槛。直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不甘示弱，再抛对其说：敬老卡常常会有用不完的问题嘛？为什么会用不完？除了范围之外，是因为你有没有去增加那个诱因。所以前阵子呢，我在提出这个亲子同行卡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强调，需求跟供给对到一起，才会形成一个生态系。敬老卡也是一样。质疑点数用不完，蒋万安说未来可以累积。接下来我们也会加速整个2代卡的换发，如果全面换发完成，我们就会让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可以累积。所以目前台北市的爱心敬老卡点数使用的范围是全国之冠，扩大范围，点数也不浪费。而沈伯洋说要重新设计，今天敬老卡在使用的这个范围跟诱因方面做重新的设计，让我们的商圈能够活络，这个才是未来的方向。检视范围和诱因，但细节长辈们还是很关心。我们有3个市议员在这里来，明显。
万安提出 AI 台北 Go， 这个也不是说只有纸上造车啦，就是说，毕竟包括北四科进驻台湾之后，未来包括那个主持人常提到的智慧号志的部分，台北市堤顶大道为什么最近包括车流有改善？确实旅行时数有减少，确实车流有改善，就是智慧号志嘛，这些花钱也开始在做了。台北市也有在做，包括很多选局部的区域变成无人车的部分，无人公车试点，包括未来北四科这一些都有，所以这个都需要透过 AI 相关的联动，这些有万安破挖第二任相关的作为都有了。那对于敬老卡的部分，我始终认为啦，因为沈伯洋毕竟他是备胎上来，原先民党锁定的是郑丽君，沈伯洋目前对于市政，他对于台北市不够了解，而且规划不够多，准备的也不够充分，对于台北市政了解12区的了解都不够深嘛。譬如说，他常提到内科交通，我在市议会8年，我大部分都在交通委员会，交通规划的是要做 OD 分析 ，original 跟 destination 起点跟终点，内科总共。平时上班16万人，他1/4是居住在当地的，很多是在新北、桃园，甚至竹科。你不能把其他的3/4的叫他来住内湖啊，所以住工合一是一个理想化。未来包括轨道建设做好之后，你知道内科现在东环线已经动工了，东环线2032完工之后，所有的轨道内科到东区，你知道几分钟？14分钟那未来到士林只要13分钟沈伯洋对这了解吗？完全不了解，他对 OD 分析也不了解，对敬老卡他知道吗？台北市的敬老卡只有1成用得完，超过9成以上是用不完。为什么？原先社会局规划是要把独老那一些人让他们叫出来可以去消费，所以规划的在交通规划在补助的时候是使用在小黄啦，还有包括交通运输这一部分嘛，公车部分。所以我们在议会答询，我很多要求，第一个要提高点数，第二个累积要扩大使用，我们都提出要求了，包括我们很多人，包括淑慧都有提出来，所以台北市才放宽从300点，下个月提高到600点。那相关的城市，因为我们换2代卡嘛，未来可以作为，包括可以到超商使用啦，可以累积，这些都有在开放。所以为什么叫沈伯洋提出亲子规划用途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认为沈伯洋到目前对市政的规划完全不了解嘛。那朋友，新北怎样？新北的状况其实都是以台北马首是瞻，当然其实新北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蛮有创意的地方，就像刚刚在讲一直 AI 路网的这个这种所谓的号志的调控啊，其实我们新北市已经有几个示范点开始进行了。那另外就是说在敬老卡部分，其实我们这2年其实讨论非常非常多，就是没用完的部分到底怎么处理。因为不要说你预算浮编，每次都编了好几亿之后，就用完都用的，我们大概只有一半而已，甚至搞不好一半不到。所以这就是你诱因到底在哪里？所以大家去检讨，就是说你当初的这个好意，为什么大家没办法去落实？就表示你跟你的想象有落差嘛。其实很多基层一直在反映为什么要扩大使用。另外就是说，本来每个月的点数能不能留下来这一点，其实我们这2年在预算审议的时候，最后都症结在这里，就是说社会局自己的想象跟我们的一般百姓他想的是，你每次都讲说你就要出门，我出门我不是只有搭车而已啊，我还要出去，我要有一些消费啊，我要有一些收回吃饭啊、门票啊，甚至说我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其他的需求，像刚刚为什么要扩大到药局可以用？就是说我不出门，我出不了远门的，你让我去药局也可以吧？好像这种东西开始陆陆续续扩大之后，我希望这一种本来是市政府的好意的部分要能够真正落实的情况之下，其实不是只有说社会局自己想象或谁去想象，也不是市场想象，而是所有的民意回馈之后，我觉得到市议会去做讨论，都是一个好的机制啦。一正。敬老卡的政策基本上在新北市讨论蛮久那你看到蒋万安这一次的这个宣布，说实在我认为其实是台北跟进新北。那当然这个台北新北有彼此的一些默契，因为你看这个李四川他在今年5月的时候，他就提出呢这个敬老卡要升级，因为现在新北市呢是这个480点要提升到600点，但600点呢大家就会反映这个600点，因为一开始敬老卡就像民贤议员讲的，一开始呢是鼓励大家走出去，所以都是用在这个大众运输上，公车啊、捷运啊、计程车等等的。但是呢，不对，新北市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大众运输的，所以李四川就提出说那每个月的300点呢，我们就悠游卡化，所以就包含了很多像你看这个就诊的一些相关费用，或是长者的一些生活必需品，你去药局或是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只要悠游卡可以逼的地方，那你就可以600点里面其中300点做这样子一个悠游卡化，所以就打破了你只是一开始的鼓励大家走出去使用这个大众运输，它就从交通的这个补助扩大成一个生活照顾这个长辈的一个概
概念。所以你看到现在就是新北、台北彼此有这样一个默契，因为在我们新北市也讨论到很多啊，我们就觉得说，这个600点480点，不只是这个点数扩大，让大家更好用那在这个大家这个共治共好，双北的这个共治共好，因为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大台北生活圈嘛。那沈伯洋的发言呢，我们就觉得说，你就很简单的一句说什么诱因不足啊，点数用不完啊，然后又讲到说要这个什么生态系等等的。我倒是建议沈伯洋委员你是不是？我觉得林秉佑议员还比你熟悉这个敬老卡的政策，你也呢这个发言之前来请教一下我们秉佑议员，因为呢其实各党各派蓝绿白的议员都长期要求说敬老卡要更方便的使用，所以我认为现在呢，你看我们双北这样一起普遍的提这样子一个更好用的一个政策，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一个对的方向。那这个沈伯洋委员他现在也是这个民进党的台北的这个市长参选人，还是要把这个市政弄熟悉一点点，不要说你为了打蒋万安就打蒋万安，然后打成说反而是暴露了你对这个市政的不熟悉。高雄怎样？高雄目前来说，当然也是要到600点了那诚如因为他们都要追上嘛，这双北北塞，我们高雄的财政没有像你们这么好，可是你们只要一到600点，我们能够不？你当市长就会好了。我当市长，我把它提到1000点，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老年人有福了。最新的政见哦。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高雄的老年人真的比其他都还要多。你知道我们的福利政策是占了最大的一个比例，你不要看说我们得到福利政策是全国最多的。可是背后代表就是老年人很多，然后很需要多来帮忙。那对我们来说的话，你看你连这个所谓的交通里面，连双北这么样发达都没有办法，那更何况？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大家都会提出来，是否在这个所谓交通，大家认为说要让老年人走出来之外，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在想象说，那到底是不是在所谓的健保的就医，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在农会买农产品，这也很重要，也造就我们的农会嘛。还有一些跟这个整个的在地的这个生产有关系的部分，是否可以刺激消费以外，然后又可以让老人有更多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来做处理的。所以说呢，只要是能够对老人，然后能够发挥敬老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功效，我觉得没有人要去。所以我觉得沈伯洋不用再讲说没有诱因，没有诱因你就找出诱因来，不要去因为要来批评人家，然后就暴露自己完全不懂的这个问题了。对老人好，也是对子女好，是一样的。当然帮他照顾嘛。志文刚宣布说他当选高雄市长，要把敬老卡调高为1000块。齐凯在幸福的嘉义市，我们的幸福城市，我们的敬老卡现在是1200块钱，那么高，2块。可是当然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很多长辈就跟我讲，刚刚明显讲到台北市大概只有1成人用完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提出扩大3大措施，而且可以累计，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吃得到。我们这1200块，我们现在扩大3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鼓励长辈外出嘛，而且要运动，对不对？要常常要健康所以第一个，他如果要外出，我们现在本来只能搭公车，我现在就是我的政策里面，他如果搭计程车里面有300块，1个月你可以有300块，你要外出300块是可以的。第二个，很多长辈外出就是可能去看病或者健康检查，所以有300块可以拿来抵健保卡。第三个就是要鼓励他外出去买东西嘛，所以他可以像悠游卡这样的功能一样，他可以去这个超商。药局啦，或者是农会可以去买。那是这样下来，就大概一方面鼓励他们常常外出，就比较健康啊。那对他们的健康也是有一个，对家人也可以陪伴他们一起外出。那另外就是说，避免说他们没有用完嘛。所以我要宣布，除了扩大3大功能之外，我们是可以累积的。你这个月没有用完，那你下个月、下个月可以继续再用。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李四川、蒋万安、江启臣合体造势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那说呢，这个江启臣说叫做旗舰城市的愿景3层格局所以被称为这个蒋启川、蒋启川、蒋万安、江启臣、李四川，还有一个黄国昌蒋启川昌黄国昌也来助阵。黄国昌昨天去帮李四川助阵，我觉得黄国昌真的不错。当时呢，这个民调一旦决定李四川，黄国昌把他的竞选办事处什么都给李四川用，我觉得很好，真的很有原则，而且
重承诺了啊，重然诺是非常重要，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但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不重然诺，所以有像黄国昌这样重然诺的政治人物是不错的。很多人最多说我不给你扯后腿就不错了嘛，我干嘛要帮你呢？对不对？但是黄国昌真的来助阵啊，所以呢，他们昨天同台出席董事长开抢粉丝见面会啊。吴子嘉那个了啊，在新北的板桥站啊，所以呢，他们要蒋启川连线，相互助攻，因为三个都是候选人嘛，所以双北台中强联手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还手拿李四川战旗，帮李四川站台助选哦，所以说要当最坚强的后援，所以守住川博就是守住台湾的价值啊。那另外呢，李四川回忆他童年是很辛苦的哈。所以呢，不要因为家庭有人跌倒就抹黑都是黑道，不要糟蹋甘苦郎艰苦人的家庭。他举例，当年爸爸出门讨海人被扣留菲律宾被菲律宾扣留，为了把船跟人赎回来，花了当时天文数字15万，当时15万是很多的钱，从此家里就背了沉重的债务。所以呢，爸爸回来以后身体状况变差还要撑起一家人的生活，用身教告诉孩子。家庭再苦也要撑起来，日子再难也要负责。为了从小的家庭的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影响很大，对他以后影响也蛮大的。李四川一直被抹黑，蒋万安说就不甘了，很不舍了，很不舍哈。说负面选举走偏了，选举一定会有负面选举，负面选举比正面选举有效，但是太过头也不行。过头到已经人性也没有了，然后谣言满天飞，人家家庭啊、祖宗八都拿出来抹，是很不好了哈。李四川提出3大施政蓝图 ：AI 产业、交通共治、法规松绑双北交通共同治理。我们看一下。双北台中强联手。蓝营双北万川连线再度合体，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度拉抬新北的母鸡李四川。这回演讲主轴诉诸他与对手苏巧慧不同的出身背景。可以检验李四川，但是你不要侮辱甘苦郎。政府的资源不能一代传一代，不能让政治家族成为他的私产。李四川拿出2人家庭背景做对比，父亲是靠出海捕鱼养活一家的渔民，而对手出身政治世家苏巧慧的父亲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近期李四川的遭遇也让蒋万安一上台就替他抱不平。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还是要选择一个以权谋私的人？这是今年新北市长这一场选战价值的选择。除了有蒋万安和黄国昌力挺李四川，这回更找来选台中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台上抛出治理台中的愿景，还要扩大万川连线，延伸台中。我当市长，我会结合川博，结合万安，我们打破城市的藩篱，让双北台中强连线，愿景实现。新北这场选战打得火热，蓝营要与绿营的苏巧慧选举风格做出区隔。那一真，昨天这一场其实非常热闹哈，你看到有蒋万安、有李四川，还有江启臣。那我会把这个称作为万世城连线哈。万安、四川、启程哈，所以它象征的就是一个跨域交流、结盟共享。你就看到这个3个直辖市哈这样子一个格局，因为你看到其实不只是所谓的双北共治共好，因为目前呢已经是一个大台北生活圈。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双北呢，你透过高铁也已经是一个一日生活圈。所以昨天呢，我们是喊出了台湾旗舰队。那我也非常的期待，包含像我们这个高雄柯志恩委员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张启凯委员。在嘉义市，我们大家就是一个跨域治理、结盟共享。我们不只是3城，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蓝白的结盟。那大家一起来做好所谓的地方治理。所以不只是双北跟台中，其实也包含了高雄跟嘉义市，大家就是所谓的强联手。你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边呢，其实就已经展现了不只是蓝白的结盟，还包含了是跨县市的这个团结气氛。这样的气氛呢，其实跟这个民进党呢，它包含像中央非
常多执政被批评，这样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民进党现在大概的这个选举策略，大概就是很多的一些抹黑啊、造谣啊等等。你看这个川博昨天在这个晚会的时候讲，包含像这个蒋万安市长也在帮他这样做很多的一些爆区。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这样子一个市政联手的这个品牌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执行力，跨县市的沟通，我们是解决问题。那彼此大家一起选上之后呢，不管哪一个城市都不会是所谓的单打独斗。那昨天也有非常有趣的插曲因为包含这个蒋万安市长跟这个李四川呢，他们都穿了同一双的运动鞋。那个鞋子呢，是他们4月的时候去参加白沙屯的妈祖绕境。妈祖绕境要走很多的路嘛，所以这个鞋子呢是这个庙方送的因为这个选举呢就是要走非常非常多路啊。李四川呢最近也都一直穿着这个鞋子，因为他29区要跑透透。那蒋万安昨天那一场也是非常非常挺川博，因为他大概就讲了一小段的这个双北的愿景。那后来呢，他都在帮李四川抱不平，因为都在怒呛中央很多的那些政策，然后或是怒呛这个民进党一直在攻击李四川。那黄国昌呢，也真的是就甘心就是特别就是在新北市为川博这样子打气。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李四川这个部分呢，其实建设或者是市政愿景呢，没有政党之分，大家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做事。你这衣服。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服是川，因为这个川呢就是李四川的川，但是仔细一看，这是我们这个选办里面的这个年轻同仁设计的。你仔细一看，它其实呢还有李 LEE， 就李四川的李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从今天起呢，大家就是都穿上这样一个工作服，而且这个是凉感的设计。那还有这个比较这个厚棉的一个设计。我以为是 Nike。对 Nike 吗？真的吗？好看就对了，没有，好看。另外一个帽子比较对，不错。对，我看有设计感。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就一定是要打团体战。特别是6都来说我们未来也有非常多会互相彼此合体的一个机会。像李四川，他本身就是屏东人，跟我一样，而且他当过高雄的副市长，而且灯亮这个水沟通就是他当初的最大的一个政绩，所以一定会有这个合手的机会。那更不要说蒋万安、江启臣跟我们3个是在2018年韩国瑜选举的33造势当中为3，就我们3个是从头参与到尾的。所以呢，我们在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还在我们高雄的高铁下面留下一个历史珍贵的镜头，说终于3山结束了。那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未来会是什么，可是这个就是代表说，你在2018，那现在是2026，那万安已经先当了市长了，那剩下启臣跟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透过一个联手，然后大家彼此打出一个，让你刚刚所提到的 AI，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管在浩智灯，不管在未来的治理上面，对我个人来说 ，AI 的教育就很重要。AI 的教育就是要让每个孩子知道怎么样用 AI， 怎么样问问题，问出关键的问题。你问出关键的问题，你才有办法拿到最关键的一个资讯。那每个把这个 AI 都叫得满天飞，那你有没有想过 AI 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小孩子可以日常里面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呢，你看 Gemini 每个月是不是要花，是不是政府或什么谁可以花一些钱，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搜寻？对我来说的话，把教育用融入一个 AI，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太多可以来做了。所以我觉得透过6都的一个连线，让大家彼此做一个支撑辅助的一个部分，我相信这场选举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没有民进党现在怎样？我觉得其实昨天看到那台蛮羡慕的，不过果然这个江宜臻议员加入这个团队之后，我觉得格局会不太一样哈。这个整个双北，其实我觉得大家想看到就本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以前其实我们都在讲说这个新北跟台北常会讲说我们不太平衡等等之类，其实长期都是国民党执政。可是这一次的选举，我觉得激发出很多新的火花。好，那甚至还把台中一起带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这些谈到市政的议题的很多细节，其实给我们尤其做议员很多的启发，就是这些事情我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能不能去落实哈？所以我想。大家都在彼此学习了哈，包含柏杨委员，他当然这一次在得到提名之后，我觉得他提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在这些大家最关注的市政议题上去做交流。那尤其是李四川博，他从你看他的经验这么丰富，来来去去，他也肯定了这种在内湖的这个交通的这些说法哈，也有做了很多的准备。那包含他准备在新北市做一些事情，现在。这几天在讲那个9份台车的问题，到底是台车还是缆车？其实这个以前都讨论过。事实上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议题，可是有什么样的选项可以让大家来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民众会很明确看到，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选战的时候，那个其实大家当然很担忧那种所谓负面选举，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已经慢慢淡化了，因为大家已经有点。觉得无聊了，可是如果你能提出这些新的，或者说，像刚刚志仁委一口气讲说我提到1000元，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大家可能不想那么快跟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有压力啊。他们马上就想说，我是不是也能跟1000元？
如果高雄市都能提到的话，那我们的双北是不是也要这样跟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老百姓会很期待，就是说在这场选举里面看到的结果。去一下再回来。没错。蔡壁如原来想到彰化选县长，但是呢，民众党好像没有支持哈。那前天他出席台中地方活动，抛出震撼弹，说要投入台中第一选区立委选举，所以媒体报道说他把户籍迁回台中备战，他喊冤哦，他说没有啊，我的户籍从来都没有离开，是媒体搞错了。而且2024年立委选举，他获得45%得票率。他的对手陈其昌47%，他说差距不大。身为清水人的我，会继续深耕第一选区。就蔡其昌就说啊，你是空降打游击啦，哦，这个我本来大家选都欢迎啊，但是你不说要去彰化吗？结果呢，怎么又回来了呢？哦，等等啊，哦，这打游击战。2024年台中第一选区，真的蔡壁如我原来没想到票这么高哎。他当时拿到72634票，得票45.13%。民进党的蔡其昌当选了，得到79884票，得票49.63%、45.13%。所以呢，其实都是7万多哎，哦，差的票数没有差很多哦。所以蔡壁如讲的哦，也不是吹牛，是真的，只差了7250票。那另外呢？我们先看一下，我的户籍都没有迁出台中市以外的地方，所以我的户籍一直在台中。蔡壁如的多次澄清，都因日前有平面媒体指出，蔡壁如在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后，把户籍迁回台中海线。争取彰化县啊，只是争取因为所以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在海线经营这些，我一直都在这里持续选2028的立委，我当然这是我的计划之中。毕竟回顾2024大选，蔡壁如在国民党的相助下，是以7250张票之差败给资深立委蔡其昌，表现不算差。只是蔡壁如一下彰化，一下又回到台中，看在蔡其昌眼里不以为然。我想不是刚刚才决定要去彰化选嘛，然后彰化不给他选，然后这时候又要回来，这个没有办法生根呐，没有办法生根。祝福啦。但蔡壁如的考量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传言蔡其昌下届将转战不分区？若是这样，对蔡壁如来说更好打。我从政第一天以来，我都是靠自己选举。那对我来讲，只有要不要继续当立委？要当立委，我就会选。那我不会去靠别人说要给我什么位置啦？那若民进党内主动给不分区立委呢？蔡总召接不接受？好，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这个彰化是台湾呢，除了6都以外最大人口最多的这个县啊。那他去出席呢彰化县警察局综合大楼动土典礼，因为他是议长啊。哦，谢依凤当时因为谢点的谢依凤对不对？就姐弟最近很有名哈。那说头一天晚上喝多了。所以呢，把他的要动土要金铲子拿反了，哦，铲子应该这样拿反了，而且还频频比出亚的手势哦，所以呢，就引起大家的批评，有人画漫画来笑他了，哦，说他金铲子拿反了，哦，发100元礼券像给小费，所以宿醉失态了。他自己也承认，哦，他说呢，头一天晚上因为一直跑脱，所以呢酒喝多了，哦，那另外呢，他也认错。说我的酒量要检讨，哦，工作要继续拼，酒量要重新检讨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动产前会先拍一张合照，请各位看正中间的摄影画面。正中间，我们动土前的大合照，彰化县议长谢点林与众不同，他铲子拿反了，一度嗨到高举过头。今天议长开心哦，来我们看一下右前方的镜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台下已经传出笑声，现场王惠美转头提醒：“你的铲子要反过来拿。”谢点林赶紧调整过来，典礼继续。开工顺利！这是彰化
化县警局行政大楼9号举行动土典礼，谢点林运动衫、牛仔裤轻松出席，还带着酒气。致辞的时候，把两边台上的贵宾一一认了一遍，但是也超瞎的。黄清燕，然后黄秀芳，然后张胜汉，然后黄博宇。对着身材壮硕的县议员庄生汉叫黄秀芳，黄秀芳立委不知道有没有在远处打喷嚏。谢点林如此突锤，因为宿醉。不止如此，他还向义警队致赠每人100元的礼券，地方人士戏称发小费。最重要，他喝太多会有酒味啦，这样其实大家观感会不好。太扯了，说不会喝酒，然后还喝这么多酒。谢点林针对事态的举动在脸书发文致歉，他说当天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帮民众把金铲子拿好，还说这一次给自己一个提醒，工作继续拼，酒量也要来重新检讨一下。这两个新闻都跟旗凯有关，一个是民众党蔡壁如，一个是呢彰化，你在彰化做过什么公测会的公测会对不对？将近3年，对，3年时间蛮久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对。我跟谢议长他们家族也都算熟，最开始是正主分正委员嘛，大家都是熟识的朋友。不过现在谢家看起来就是很明确的啦，就是谢依凤看起来没有要选了嘛，然后就是保他弟弟去攻这个议长，所以谢点林也要加油了哈。那刚刚提到这个选议员应该比较容易吧，对不对？议员会上，而且他们家族因为他已经当议长，所以连任机会算是有的，都加油啦。要先选上议员了，先选上议员，应该是选得上，没有问题了哈。那壁如上次他挑战这个民进党最强的蔡其昌，这个小输7000多票，那是非常难得。那事实上，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民众党在2028年第一个帮民众党攻下7亿立委的最有机会的一个人，所以他现在回去台中，我觉得是很好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壁如可以选那么好？但跟蓝白合有很大关系嘛。那时候是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大力的去帮他。那个这个卢市长在端午节那一天，上个礼拜5，他也特别到嘉义来帮我助选。他就是跟那个黄敏惠黄市长2个合体，2位妈妈市长合体。他那天最特别的，他特别带了一个奖来传奖。那天端午节对，大家划龙舟嘛，他带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奖，这上面是白色，这个奖这个白跟蓝在一起。他说这个蓝白的这个传奖，象征同舟共济，旗凯得胜啊。那天卢秀燕也特别提到一个点，不只是嘉义市是一个蓝白河的示范区，蓝白一定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说年底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嘛，但蓝绿在野的力量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一直到2028年，蓝白要同心，在野要同心，才有机会把这个现在已经走向独裁的民进党把它拉下来。那你刚刚看到国昌也是，你看国昌他在新北市啊，极力在帮李四川嘛。所以从嘉义市的这个蓝白河大力往前走，然后新北这边蓝白，你看国昌也一直在帮忙这个李四川。我也再预告一下，7月4号2党的党主席还到嘉义市来，这先是蓝白河的4万基嘉义市一定要赢，包括郑丽文郑主席跟黄国昌黄主席也要跟这个黄敏惠黄市长一起合体，然后宣示这个蓝白河的重要性，在民主的这个圣地嘉义市蓝白河一定要赢，在野的力量一定要赢。好，那所以我看看，就是整个嘉义不只是嘉义，这个新北全国很多地方南北的力量在野的力量结合起来，年底2026应该是很有机会。然后这个蓝白河这个气势一直往下走，到2028有机会把这个独裁把这个民进党把它拉下来。对嘉义市来讲，黄敏惠市长的全力支持是非常重要，很重要，对。所以他端午节那一天，他就跟卢秀燕、卢市长2个合体嘛。那他也帮忙，就说，旗凯在当立委的这个阶段里面，帮嘉义市争取了非常多的预算跟建设，包括他非常在意的，他一直认为从太保的这个高铁站这边要拉一条轻轨，至少是一个铁路的支线要进到这个嘉义的这个火车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是只有交通，它对观光也非常重要，甚至是嘉义市那个，它从西区进来嘛，那嘉义市东区发展比较快，西区要发展必须有轨道工程。你看它一进来是走高架，不会影响到交通哦，然后它有好几个站，7到8个站在嘉义市的这个西区。所以他对整个嘉义市这个西区发展、产业发展也非常重要，他就一定力争。他说旗凯在立委阶段里面一直在帮忙争取这个，所以他说他有幸福的这个施政有光荣，他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接棒，请旗凯继续在努力。这个
讨论这么多选举的事情，证明台湾还是很民主社会了哈。即便民进党执政已经过10年之后，还是这么多的选举，大家要一起来努力的证明，就是其实民进党根本就没有走向独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讲清楚，如果民进党真的独裁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讨论选举的事情了哈。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各地的选情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蓝白合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在期待民主政党，尤其是蓝绿之外，有一个新的政党出来的时候，不管它是走什么样的走向，其实到最后其实看到第三政党通常都还是必须依附到另外一党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可惜。大家本来应该期待就是说，第三势力它应该是均衡2党之外提出一个新的路线，但我没想到就是民众党到现在就是大概已经把蓝白合作为一个唯一的路线，比较可惜的点了哈。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期间，包括民众党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是不是蓝白合以后就合到就变成只剩下一个浅蓝还是一个蓝合而已哈？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自己会比较质疑的一个点。不过我想。不管怎样了，反正年底大选的时候，大家各自努力。那蔡壁如这样子，如果说一下子选这边，一下选那边，其实我们当然在这个乱点鸳鸯谱的时候，其实很多讨论都会出现。可是是不是下一次真的能够成为就是说这个选区立委的第1名？我觉得看这段时间他的表现来讲，我是觉得他可能还要很多加强的部分。然后至于就彰化部分，我就觉得比较奇怪，就是这个议长的部分，其实大家一般来讲，不管是在新北、台北，大家的议长都是这种所谓非常的沉稳哈，而且是议会的领导的这种角色。那现在当大家看起来就是最后谢家去选择保这个谢点点，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毕竟谢委员哈在立法院表现其实还是有目共睹的，有点可惜。对，很明显。其实嘉义市就有了解，齐凯委员不止蓝白整合完，在地方派系也整合得非常的顺利了。我认为很有机会守住这一席。至于说嘉义那个彰化县是这样，彰化县是除了6都之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市哈，很重要，对于蓝绿兵家必争之地都输不得。可是嘉义县特别是摇摆州，蓝绿都轮流执政。分别执政过，所以要非常谨慎。那原先蓝军是稍微比较弱势啦，整合比较晚。那魏平镇出现之后，确实，那现在包括那个邱建富也加入战局，变成3卡都或3.5卡都，所以这个还有待努力了。我觉得双方要继续加油了。一真。蓝就是蓝，白就是白。其实不管国民党跟民众党呢，怎么样的做政治结盟，其实我们都各自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刚刚齐凯委员也讲啊，是2党的党主席一起来辅选，所以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就是蓝，一个就是浅蓝，我们都是保有各自的政党主体。在国会的运作也是如此啊，大家尽管有共识一起修法，但是我们